你感觉到了吗？我们的地球遇到了些麻烦。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频发，物种消失。这一切的背后，人类正面临一个共同威胁：全球气候变暖。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判断，未来5年全球平均气温将继续徘徊在创纪录水平，海洋热浪的持续时间将从现在的18天增加到近200天。到本世纪末，仅存约1.8万处冰川，为当前冰川数量的约9%。在加热地球的温室气体名单中，二氧化碳是首要元凶。那么，对于这个我们逃不开、躲不掉，但却能使地球升温、制造大麻烦的气体，我们能拿它怎么办？怎么办？二氧化碳可以当原料办。大家注意到这些新闻了没有？二氧化碳可以做燃气，可以做燃油，可以做塑料，可以做衣服的布料，甚至可以做淀粉等等。这中间就需要转化的力量。它是将二氧化碳变废为宝行动中的领军者。它完成世界首套二氧化碳电解质化学品中试项目，研发合成油新技术，能耗较国际传统合成油技术降低30%，用化学的方式将地球废气变成我们日常所及的有用之物。这是和二氧化碳做航空燃料相关的一个实验，催化剂呢正在被压铸成型。这是实验室评估催化剂的小装置，我们合成的催化剂呢会第一站在这里进行评估它的反应性能和效率。这个装置是未来放到海洋里面捕捉二氧化碳的，它的目标就是能耗尽量的降低。这是用电子显微镜来看电极表面催化剂的结构，它长得是多大，它们的这个结构是不是致密，能保证我们长时间的稳定运行。它将转化技术带出实验室，落地到实际的生产之中，让减碳行动看得到、用得着。全世界的科学家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开始了紧密的攻关的工作。然而，当下的当务之急就是将实验室的技术走出象牙塔，到真正的工业应用中，完成从1到 N 的这个突破。大家好，我是康鹏，今天我来开讲。大家是什么时候认识到二氧化碳的危害呢？我是在小时候喜欢读《少年科学画报》，其中有一期就讲二氧化碳，它引发了温室效应，全球的温度上升，融化了2级的冰川，海平面上升，最后淹没了沿海的城市。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心理阴影，认为二氧化碳真是一个巨大的麻烦。后来呢，我当化学课代表，参加化学奥赛，也喜欢了化学这个学科。最后在从事博士后工作研究的时候呢，我研究的任务就是解决二氧化碳这个麻烦。二氧化碳本来是一个自然界存在的分子，但是我们的人类活动呢，却导致了二氧化碳排放的巨量增加。大家可能听到这个名词叫碳足迹，那什么是碳足迹呢？比如大家是坐汽车来或者坐地铁来，这种出行的方式都伴随着碳足迹。所以碳足迹也是人类活动和人类生产相关联的一种指标。随着我们生产活动进行，碳足迹的指标呢也越来越提高。从工业革命之前的280 ppm， 到现在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达到了420 ppm， 这个上升的趋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二氧化碳的麻烦是全球都在急需解决的这个问题。像我们国家提出了3060的目标，在2030年要实现碳达峰，也就是二氧化碳排放不再增加。2060年实现的目标是碳中和，也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碳排放。现在全世界处理二氧化碳的方式呢，有很多，有自然界的生物的处理方式，有物理的处理方式，还有化学的处理方式。像自然界，我们可以通过种树造林来将二氧化碳给固化下来，或者用物理的处理方式呢，我们将烟囱排放的二氧化碳给捕集下来，然后注入到地下，把它永久的封存起来。但是这个方式是相对比较昂贵的，所以我们目前用工业化的这处理方法来解决人类碳排放的问题，就是将二氧化碳用化学转化的方法，把它变成衣服纤维啊、塑料啊、燃油、燃气等等这些对我们有用的产品，来变废为宝。这个化学转化我已经研究了20多年了，那这个化学转化到底是什么呢？让我给大家揭秘。
大家看到的是3套二氧化碳处理的装置，这个是大的，这个是中间的，然后这个是小的。我依这个小的呢，给大家讲解一下它的反应原理。二氧化碳呢是从这个黄色的管路通进来的，它是模拟的工厂排放的二氧化碳，进入到白色的这个吸收塔里面，就完成了电化学补给的过程。补给之后呢，二氧化碳随着电解液会进入到这个小的反应装置里面去。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通的是电啊，因为二氧化碳是非常惰性的分子，它必须是要通电之后呢，来输入能量才能进行化学反应。在这个基板上呢是涂着黑色的催化剂，完成这个神奇的反应的关键呢就是这个催化剂。这个催化剂呢在这里是纳米材料的催化剂。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急于完成这个实验室的突破，所以做研究也是不计成本，用的是贵金属催化剂。而贵金属催化剂呢，1克高达几千块钱。而为了实现这个产业化推广的话，我们必须要考虑价格这个成本。所以现在我主要研究的是廉价金属催化剂，比如这个催化剂是从铁和镍来合成出来的，1克也就是几块钱左右，价格非常便宜。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呢，不是从0到1的这个过程，而是从1到n 的过程。我们要把这个催化剂做得更多，而且更且廉价，把它价格给降下来。同时呢，又让它这个跑得长、跑得久，有更长的这个寿命。这就是科学和工程相结合的结果，也就是不懈努力的一个结晶。我们现在还在做的前沿的反应呢，是从自然界来进行碳捕集，包括从空气中和海洋中来实现碳捕集。这个装置呢，就是从海洋中完成碳捕集的一个实验装置。所以这个实验室不但在做从0到1的这个前沿的研究，也会完成从1到n的从实验室到工厂的这个转化。大家可能会好奇，这些实验装置在工业现场会长得什么样呢？我会给大家继续揭秘。这里是我们的中试基地，在这里呢，我们把实验室的成果进一步放大，大到进入到工业的这种级别。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再去做实验。像我身后的这个反应器，它的大小呢已经跟工业反应器的直径一样大了。它的结构呢就像这个电池一样，也是一节一节这个堆叠出来的。所以我们最多呢可以达到500个模块，每个1000吨的这个处理量。那最后呢，我们在车间里面形成一个万吨级和10万吨级的总体的一个处理量。在工厂里面做中试实验是一个技术落地必备的一个流程。记得我第一次去工厂是2016年的夏天，我们带着 A4 大小的反应器去工厂做实验的时候，我一进入工厂，我们才发现这个现场的条件太复杂了，巨大的管道、压缩机，还有这个仪表，都不是你想换就换的，而是需要事先设计好才能可以的，内心实在是太崩溃了。那另外的话呢，机器的轰鸣声、大量的烟囱，在排放二氧化碳还有烟气，在我心中是非常震撼的。据我们计算，他们每天要排放3吨的这个二氧化碳，而我们当时的那个 A4 纸大小的反应装置，它的处理量也就是公斤级别而已。这个量级的之间的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另外就是在工业装置现场呢，大家对这个物料的处理方式也是相对比较粗犷的。他们工业级别的催化剂都是用铲子、用锨往里面进行填充，而我们在实验室做的催化剂则非常的精致，都是非常仔细精致的这种纳米材料，所以这也是我们从实验室走向工业装置现场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冲击。我们在一个集装箱的这个实验室里面，在工业装置现场做了1夏天的实验。我带去的这个 A4 的大小的反应装置呢，在第1周、第2周效果就开始下降了，催化剂就失活了。这个失活的原因呢，也是因为催化剂处理的二氧化碳过程中这二氧化碳含有硫、还有氮等不理想的这个杂质，这些杂质呢吸附到了催化剂的表面，覆盖它的反应位点，这也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在实验室里，二氧化碳的纯度都是99.99%，而在工业装置的现场的话，二氧化碳纯度能达到97%就不错了。我个人内心也是相当的崩溃。这个经历也就告诉我们，在实验室的完美，在工业装置的这个复杂
情况面前，真的是不堪一击。所以我们也是赶快开始这个实验室的攻关，赶快拿工业的这个气源进行分析化验，然后我们又攻关了3个月之后呢，研究出了第2代的这个抗硫的催化剂。所以这个抗硫的催化剂外面有一个保护层，它能免除硫杂质对它的影响。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抗硫的催化剂，在工业装置的现场又连续运行了1年，最后呢，我们这个催化剂是完美的过关了。2018年左右，我们用那个第2代的这个催化剂作为起点，继续放大，放大到平米级的反应装置，终于在2020年的时候，正好也是我国政府承诺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煤制油的工厂，利用它排放的二氧化碳，完成了每年50吨二氧化碳到这个汽柴油的这个转化，这也是实现了我们世界上首台套的一个二氧化碳电解转化装置。所以经过过去10年的发展，从实验室到中式到工业化的装置，我们一直在走一个从0到1，然后从1到N 的进程。这中间也是做了很多的技术上的突破，科学的研究，我也是很高兴能够走到今天。这是我们研制的第2代的反应装置，它的效率呢是2020年装置的3倍，但是占地呢又是1/3。这个装置是一个新的升级，未来5年的目标是利用电化学反应装置完成每年1亿吨的二氧化碳电化学转化，生成甲醇、乙醇或者是烯烃等具有绿色附加值的产品。为什么是1个亿的小目标呢？因为中国的碳排放是130亿吨，而二氧化碳电化学转化的量，我认为每年10亿吨是可行的。所以未来的5年内，我们希望能够实现每年1个亿的目标，然后再向外进行进一步的推广和拓展。这么多年，从实验室到工厂，我个人的感受是，如果我们的技术只是停留在实验室层面，那大家看到的这个新闻，二氧化碳变淀粉啊，变柴油啊，变汽油啊，那就永远是停留在纸面上，不会走上餐桌或者进入加油站。技术的产业化永远是科学家最后也是最难的1公里。小时候，我看到《少年科学化报》那篇文章，二氧化碳让海边的城市淹没，我感到人类在二氧化碳这个麻烦面前真是束手无策的。但是今天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我们有能力把它变成燃油，变成淀粉、甲醇，变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新资源。从害怕到掌控，这中间的距离叫做科学，叫技术，叫做无数次在工厂里跌倒之后再爬起重来。我想和大家说，你们所学的，无论是化学、物理、工程或者计算机，都有可能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的武器。未来不缺问题，缺的是愿意花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希望这样的人就在你们中间。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这几年有一个词儿特别有热度，叫双碳，知道是什么吗？碳达峰，还有一个呢？碳中和。你看，还是知道。碳达峰、碳中和，这是咱们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做出的郑重的一个承诺。所以大家想想，时间很紧迫，尤其是碳达峰，就还有5年了，很多的关键的技术，从验证到落地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开讲嘉宾，他就是在这个环节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地球上大量的二氧化碳，我们能用它做什么？我们怎么像一个魔术师一样，把过去让我们头疼的东西变成为我所用的东西。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天津大学教授康鹏，有请康教授。欢迎您，康老师。萨老师您好，来，有请。刚才在您上场之前，大家都在想，二氧化碳，这不是每天我们都要呼出的吗？对吧？您一上场，我们都有点不敢呼气。现场二氧化碳，但是对不起，我制造的二氧化碳可能比你们多，因为我最近正在练习一种新的呼吸法，
叫478呼吸法，您听过吗？还没有。人特别焦虑的时候，就比如说那边音乐响起，1分钟以后节目结束，主持人就要上场，就那种紧张、那种焦虑，你无论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你都克服不了。但是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叫478呼吸法，来，大家可以跟着我一块儿做，4秒钟吸气。很多人说吸到3秒就吸不动了，没关系，4秒钟吸满，憋7秒，呼出8秒，呼干净，反复循环那么4、5次，在你紧张焦虑的时候试一下，到时候过来谢我啊！如果按照这个方式的话，我是不是呼出的二氧化碳比别人要多？也不见得，因为这个跟人的白憋了，基础代谢速率有关。其实您刚才这个478的过程中啊，您的代谢应该是放慢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排的二氧化碳总量未必会特别多。我为这个事儿背负了很久的负担，我老觉得为地球又增添了很多这个废弃的物体，但是实际上在您眼中看来，二氧化碳到底是不是废物？可能在很多人的眼中，二氧化碳确实是一个废物，或者是跟它一个不相干的一个分子，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感觉不到，所以就是更多的是一种不相干的一种过程。就没，我们也可能也没觉得有什么负担。对，就反正排放了就排放了。很多企业的这个负责人在双碳之前，也就是2020年之前，多数都是这种一种看法。就是他们认为二氧化碳不是一个污染物。我排了就排了。就对我们企业有什么相干呢？但实际上，面对二氧化碳，康老师和他的团队是在想办法变废为宝。我这么理解对不对？您说的非常正确，我们确实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把这个废物变成对我们有用的物质，就变废为宝的一个过程。之前我们的开讲请到了一位开讲嘉宾，他是用那种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利用它的一种特性发电，所以和您的这个研究方向有什么不一样吗？您说的这位老师，他是将二氧化碳作为一个超临界的一个介质。这个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们都处于这个二氧化碳利用的一个角度，但是我们是殊途同归的。它的这个利用叫物理利用，物理利用就是说我们把二氧化碳这个东西还在它的这个二氧化碳状态下，利用它的物理特性，对，但实际上用完之后它还是二氧化碳。对，比如是咱们最近这个冷链特别发达，所以咱用二氧化碳做干冰，来保持这个肉的新鲜。另外呢，二氧化碳在农业里面也是催肥，让这个中午的光合作用更强。也是利用的一种手段，非常好。那跟您这块，您说殊途同归，您这块的主要的办法和手段是什么？我们主要是讲究在这个化学层面的利用，这个通俗的说就是给二氧化碳变身，让它不再是二氧化碳，变成咱们有用的这个物质。所以它就像这个孙悟空一样，72变，最后变了之后，我们就不认得它了。过去我们常听父母，就我小的时候，我们那一辈的父母特别愿意说，现在不好好学习，以后长大喝西北风吗？今天康教授就可以带着团队站出来说，如果想喝西北风，可以找我加关注，点赞不迷路。就现在喝西北风，当然也是个开玩笑的话，未来二氧化碳有可能真的是能够变成我们能量摄取的一个来源。这个喝西北风还确实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比喻。我刚听到的时候也是为之一震撼，但是现在感觉，在西北啊做这个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进行补给，然后进行转化，还转化成咱们这个有用的物质，比如我们转化成蛋白质，转化成这个能量和营养饮料。好像说有可以转化成淀粉。对，对，然后您把它喝了，然后还真是在变相的喝西北风。而且是用西北的这个风能，我们去发电，一举两得。但现在这个技术听起来很科幻，目前已经实现了吗？我听说国内有企业在做这种示范项目，从西北的甘肃的空气中去补给二氧化碳，进行转化和利用。这是我听说的。所以它还不光是风的概念，它实际上我们是用西北风来做这个比喻，它实际上还是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对，它是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先进行补给，因为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是特别低的，它要补给下来之后变成，比如是99以上的二氧化碳，然后再用这个氢能啊，或者是电能啊，各种方式对它进行转化，最后转化成什么呢？可能是油品，可能是绿色甲醇。当我们在这个化工工业中有了甲醇之后啊，就能变成很多有趣的东西，比如塑料。或者是用甲醇来驱动酶的一些发酵、细菌的这个发酵等等，也能变成生物质，也能变成蛋白。然后这些蛋白呢，也许能变成这个饲料，或者是提取出来做能量饮料等等。所以我们就完成了喝西北风的这个目的。让我听到了饲料2个字，那就好像不是给我们。但是我就想。比如说开玩笑啊，就是我们人能够真正用上西北风二氧化碳通过转化提供的这种生物能量，大概还有多久？就目前可能难点是不是仍然还是在转化的这种，比如效率或者成本上？它是这样的，那个2、3年前，我们跟中科院的天津生物研究所，我们做了一个二氧化碳做淀粉的一个技术攻关。您已经喝上了。我们是这个电化学转化技术和这个生物发酵技术，联合应用。我们将这个二氧化碳变成这个微生物好消化的一种液体，能量形式啊，我们叫甲酸。然后这个微生物啊，通过多个酶联用去把它发酵，最后变成了这个葡萄糖，然后再聚合生成了淀粉。哇！这个淀粉的量呢，可能是很少的，可能是那么一丁点儿。然后这一丁点儿的量呢，可能比黄金还要贵，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喝不起这个西北风的。但是从这个技术途径上呢，我们是打通了这条路线。为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粮食安全，为未来的这个空间旅行提供了这种技术上的可能性。至少我们走出了从0到1的那一步。对。但是从1再到 N， 那可能就是需要更多的力量的参与和领域的支撑了。我相信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可能就会做到这种人工的二氧化碳做的这个淀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现在开始算起，如果到碳达峰，大概就5年的时间了。以您对目前您研究的这个领域技术形态的判断，您觉得这个进度条目前是正常的吗？咱们这个30、60双碳，第一个目标就是达峰。但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据现实的这个碳排放的统计，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过去的12个月。不再增加碳排放，就目前我们已经看到达峰的这种状态了。对，这是给大家私下透露的一个消息。您在节目里说我们私下透露一下，好隐私啊，这个消息。对，我们这个谨慎的来这个判断，这个数据是有明确的统计的。但是迈向中和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而且是漫长的，应该是一种成长的烦恼。因为这个迈向中和就是代表着要减少这个碳排放，所以减少碳排放，我们都知道，大家这个增加容易，减少困难。如何勒紧腰带，减少已有工业过程中的碳排放，还是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件事情。是的，所以大家想想，2020年当时我们官宣的时候，碳达峰是10年，但是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是30年。所以这个过程大家就知道它的难度和我们留出的这个空间，我们的科学家要做的事情，实际上任务还是很艰巨。在您刚才开讲的过程当中，现场的很多观众写了很多的小纸条问题，我们选择了其中的2个问题，想问问您。一个是，您刚说二氧化碳甚至能做衣服，这衣服和我们平时穿的衣服一样吗？我们已经穿上了吗？没看出来吗？你们外面透明的那一层，就现在已经这个，比如说纤维，也已经成为了实际的可应用的技术了吗？
其实这个事情正在这个发生中，它是分为2个阶段。一些制衣品牌大厂、制鞋品牌大厂，已经在做第1阶段，它是一个叫回收的阶段。也就是我们目前的衣服它在一种技术的作用下，把它回收成原始的纤维，重新再做成一个衣服。那目前的这个回收的这个衣服的成本呢，是我们新做的这种衣服的成本的2倍。但是这些大厂还是在做的过程中。对，它代表的是一种理念。但是您是用2氧化碳直接做成衣服？对，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从2氧化碳来做这个衣服，所以我们给起了一个名，可能打上一个 logo 叫 CO2 made， 就是从2氧化碳来的衣服。首先呢，它为什么在技术上可行呢？它是这样子来的，反正我猜肯定又有什么微生物细菌在里面。它还不需要，它是这样子，我们用2氧化碳把它通过电化学滤电来电解的方法，把它生成1氧化碳，然后1氧化碳再经过合成去做乙二醇，然后乙二醇呢跟一个对二甲苯的分子去反应，就能合成我们的这个 PET 塑料也就是涤纶。这么一会儿出现好几个人物，人物关系很复杂。乙二醇和一个对二甲苯的原材料，然后合成一个 PET， 我们平时的这个矿泉水的塑料瓶也是这样子来的。做成塑料之后后面的厂家就可以用常规的方式去把它做成纤维纺丝，最后就编成这个衣服了。把塑料拉成丝。对。剩下的方式就相对比较正常了，因为咱们目前所穿的这个合成纤维衣服也是这么来的，只不过它们的原料呢是从石油中提炼的这些物质，而我们是从2氧化碳来做的。但最终形成的这个形态是不会有太大差别，没有太多区别的。但是如果我们去分析它的碳足迹，它整个的这个生命周期至少在第1小阶段可以减排50%，然后我们在第2个阶段的话，整个生命周期的这个减排就能达到90%以上。而且呢，它的这个美妙的地方是在什么呢？如果我们用500克来计算材料的话，即使用2氧化碳来做，也只是10块钱左右。这件衣服仍然是我们大家可以负担得起的一件衣服，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它会变得这个穿不起。所以从2氧化碳作为原料，最后变成塑料，然后再拉成纤维穿在身上，这又是我们对2氧化碳的一个至少超乎我们常人想象的应用。第2个问题，火星上的2氧化碳含量达到了90%还要多。如果您有机会成为火星001号移民，您到达火星后最想用2氧化碳做什么？我觉得康老师说回来，最想用2氧化碳送我回来。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意思可能大概率第一件要想的事儿就是生存下去。对，如何去呼吸，然后去吃饭。对，所以呢，我们会利用光伏的这个能源去发电，电解这个2氧化碳，把它分解成1氧化碳和氧气。第2个呢，就是将这个分解出的1氧化碳去喂给这个微生物去发酵。其实现在工业上已经有这种微生物细菌，它简称叫梭菌，它可以去吃1氧化碳去发酵，变成蛋白质，甚至变成乙醇、酒精，所以先解决这个吃喝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会把一部分乙醇或发酵的一些产物会进行聚合，我们会把它这个做成塑料，做成衣服，做成这个生产所需用的东西，先解决生存的问题。可能这个时候呢，在火星上过了几年之后，我们都想回家，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火箭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单程的一个燃料，一个单程的一个票，所以我们就要去合成这个返回的这个燃料。现在的这个火箭发动机一般是液态甲烷的这种发动机，所以呢，我们用火星上的2氧化碳对它进行加氢电化学转化，把它转化成甲烷。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同时合成这个液态氧，把它加入到这个火箭中去。好了，那我们过了几年就有这个回程的这个票也有了。您已经成功地引起了中国载人航天的关注。他们说：“哟，我们原来都准备给他们准备往返票，这位只要单程，而且去了以后什么都不用，2块太阳能电池板，从发电开始，利用高浓度的2氧化碳，从理论上来讲，一步一步的从吃到喝到穿到日常应用，甚至到火箭的燃料，基本上目前都有解决方案了。只要技术成熟的话，只要能够实际操作的话，实际上这些东西，未来
也许真的可以在火星上完成自给自足。而且萨老师，我们还有一个更伟大的一个梦想，就是将火星进行这个地球化，也就是我们会将这个二氧化碳加压，然后使它变成一个温室气体，这样子的话呢，吸收更多的太阳光，让它的温度提高，火星表面的温度变得更适宜人的居住。对，然后呢，用它的这个光合作用来生长更多的绿色植物，然后让氧气的浓度提高。让它地球化。实际上，地球在几十亿年前就已经是在完成这个过程。我们是希望用人工来加速这个过程，来做第二个地球，第二家园。本来这个问题就已经很科幻了，没想到答案更科幻。因为现在技术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已经有了这些途径，就跟那个唐僧取经一样，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但是只要走得通，到了那一天，我们的后人回头看，会觉得这一切起步可能就是从此刻开始的。所以今天现场有很多的年轻的观众，他们听完您的开讲之后，准备了一些问题想跟您交流。谁先来？来。康老师好，萨老师好。您好。我是一名初2学生，我还没有接触到化学的课程，但是我今天听了您的讲述之后，觉得非常有意思。我想问一下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呼吸、燃烧，包括像工厂排放，都会有一些二氧化碳。那这些二氧化碳能不能被直接利用呢？你是不是自己偷偷学的话？没有，超纲了。其实我们从这个技术和研究的角度，二氧化碳是不会再区分的，它永远是一个碳两个氧。但是从这个碳足迹的角度，二氧化碳确实有它的这个出身和成分千差万别。如果是我从自然界来的二氧化碳，它最终呢经过这个人类的利用和循环之后回到大自然。我们认为这个二氧化碳呢是绿色的，它是来自大自然的。但是如果呢它是从地下的化石燃料来的，从煤、石油、天然气，那最后呢是被我们释放出来，释放出来，对这个整个大气层的这个碳排放总量、二氧化碳总量是增加的，我们就叫它叫灰碳。它其实也是自然界的这种二氧化碳，只是呢我们是用人类的一个非常迅速的一个方式，把它急速的释放出来，超出了自然界它能忍受的一种状态，使得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迅速升高。只要我们用的那一部分能量，剩下那些废的又回去，但是地球慢慢的，它可能就承受不了这样的多余的负担。所以呢，在这个绿碳和灰碳之间啊，我们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如果我们把地下的这个灰色的二氧化碳不要排放，比如从工厂的烟囱，我们利用一种吸收器把它给捕捉下来，然后把它变成一种液体，重新注入到地下，回到地下封存的状态，我们叫它叫蓝碳。它就对整个地球环境就不会有不利的影响。但是呢，这里面有很多假设，就是我们要把它注入到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地方，它在未来的100年、200年不会有剧烈的地质活动发生，它不会被二次释放出来。所以呢，我们会用卫星还有地面检测的方法，精细的去选择这个地方，也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的。哇，谢谢老师。你听明白了啊？那你复述一下，几种颜色的碳？灰碳、绿碳还有蓝碳，但是您需要利用的二氧化碳是哪种类型的呢？目前中国每年排放大概130亿吨的二氧化碳，工业排放二氧化碳的量还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们是希望先把工业二氧化碳利用起来。谢谢老师。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初2的孩子，他已经打开了他对于这个二氧化碳的世界的第一扇大门。所以未来拯救地球完全落在同学为代表的这一代人的身上。他说我只是站起来问个问题，没想到要承担这么大的责任，要拯救地球，加油啊！下一位。康老师好，萨老师好。你好。我是康老师课题组的一名博士生。我研究的方向就是电化学二氧化碳捕集，这是我的实验日常。我在进行一个喷覆实验，就是把我的催化剂和粘液剂喷覆到一个叫碳粘的物体的表面，用它作为电池的电极进行二氧化碳的捕集。也就是说，给它通电了以后，二氧化碳一旦通过它，就会被吸附起来。所以这就是一个捕获的过程。对。那我想问康老师，我
刚开始研究的是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补给，现在是转到海水方向。但是我还是有疑问，为什么不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补给的机制做透，然后再去研究海水中的二氧化碳补给呢？这两者会有什么互补或者促进的地方呢？这位同学问的问题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从研究人员的角度，非常喜欢去攻关最难的东西，但是我个人从这个研究的角度，希望去研究，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又能在一定的行业得到应用的前景的这种问题，是我们选择比较好的。所以如果是从空气中补给啊，因为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只有400个 ppm，所以它浓度是非常非常低的。目前自然界只有光合作用的这种植物啊，能去对它进行一个转化，去筛选。如果我们用人工的这种方式去做的话，您可以脑补一下，在沙漠中，有排成像山一样高的一排风扇，补给这个二氧化碳，这个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甚至光这个空气驱动的这个风扇的耗能量，都比这个补给的能量更大一些。所以我们补给了1吨，排放了4吨，就是这种概念。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这个在做了早期实验室的一些研究之后啊，我们在做了一个叫技术经济分析的一个计算，发现，哎呀，这个从沙漠中补给二氧化碳不但要耗电、耗风扇，可能还会耗水。所以呢，我们经过一个技术经济分析的一个综合判断之后，认为这个从海洋中补给能量更低，而且这个更具有这个普适性。毕竟整个世界上排放的400多亿吨二氧化碳中啊，海洋能够吸收30%。所以海洋每年都可以吸收将近这个130亿吨的这个碳排放，只是在最近的10几20年之中啊，排放二氧化碳量啊确实是有点太猛了，海洋也有受不了的时候，所以就体现在海洋的 pH 值开始变酸，珊瑚礁啊失去了这种固化碳的这种能力。所以第一个优势呢，就是在经济性上更具有优势；第二个优势就是对这个生态的保护也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就认为，从海洋中补给二氧化碳，可以将海洋酸化这个问题去解决。据统计，海表30米的这二氧化碳都是通过海浪的这种翻腾这么交换来的，所以它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然后呢，它再往下沉，然后50米到100米以下的二氧化碳，就是变成一个永久的一个储存池。这些咱们就不要去动了，对，它已经储存的很好了。这已经储存很好，这相当于注入地下的那部分蓝碳了，所以就不动它了。但是再往下沉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把它补给起来，对，相当于他们帮我们去把空气里的捕捉过来，省得我们从空气里捕捉。对，这个技术成本可能目前来看太高。对，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海洋已经完成了这个伟大的使命，而且海洋资源啊，确实是一个无穷尽的一个宝库。我们在处理海水过程中啊，还会顺便的提取其他有益的物质，包括镁、包括钾、包括溴，而且我们会利用海上的风能啊去发电，所以我们就是推而广之，以上的所有概念形成了一个叫海上能源岛的一个概念。想象在海上有无数艘巨轮或者是平台，每一艘平台都有10到20个足球场那么大。我们会部署很多化工装置，能源岛的旁边呢都是这个风车，用风车发的电提取海水，净化海水，用里面的淡水呢去制氢，提取出的二氧化碳。碳和氢结合去合成绿色甲醇，去合成塑料，最后呢，旁边停靠的货轮啊，加注这种甲醇作为燃料，把产生的塑料或者是有用的物质带到陆地上来，所以我们就发挥一种蓝色海洋经济的一种概念，把海洋的这种能源去吃干榨净。吃干榨净，充分利用起来。对，其实就是吃干榨净，就是目前我们人类技术能够从海洋里面获取的东西，它实际上形成了一整套体系，而二氧化碳的捕捉成为了其中一环。它目前最大的难度是什么？就比如说海水会持续的冲刷，会导致催化剂的脱负或者是损坏等效果，效率没有那么理想，也没有那么好。所以这就是科学。你找到了一个新的途径，高兴了，哎呀，我突然想到一个好办法。但是也许面对的是更大的挑战。现在他们团队做的怎么样？做得非常好。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像我们在家里这个烧开水，然后这个水壶容易结垢一样，它这个结的垢啊，其实是钙和镁离子，它容易让这个催化剂去失去活性。所以呢，我们也在研究这个更先进的催化剂，能够耐这个钙镁硬度的这种催化剂，让我们这个技术更往前一步。
所以我在想，科学家，尤其今天这个时代的科学家，很难单打独斗的去完成一件事儿，它是一个团队协作的，老中青每一个链条每一个环节不同的迭代。所以作为团队中的一员，你是学生，但同时也是同事，向你致敬，也为你加油。谢谢邵老师。下一位。康老师好，萨老师好，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的一名学生，恰好我的第一学位是学光电的。刚刚听您分享的过程中，就是有听到您说，我们去捕集和转化二氧化碳也都是需要消耗能量的。和种树相比，怎么确保这个工业化的方式，它是一种最优的解决方式？简单的说，就是如果花同样的钱，是种树更划算，还是用这种技术捕捉和转化更划算？如果大家去研究这个分子生物学，就会发现生物体去解决二氧化碳转化也是一个非常挑战的事情。在自然界，光合作用的效率一般都比较低，大概都是0.3%左右。如果我们用人工的催化剂，加上这种高效率的光伏电池去捕集空气或者海洋中的二氧化碳，我们的效率可以轻松的达到10%，然后总体的效率的话达到20%到30%都是很轻松的。所以我们实现碳中和的途径啊，一定是多样化的。我认为种树啊，仍然能满足一定的固碳的需要，但是我国的这个国土面积，还是相对比较有限的。所以呢，我们转向这种人工或者是工业化的这种转化方式，肯定要消耗能源，因为二氧化碳它是不含能量的。但是如果我们消耗能源是这个火电厂发的电的话，那这个故事就陷入一个死循环了。所以我们要用绿色的电力，光伏啊、风能这个发的电，用绿能来治理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问题，就会更好、更具有效率、具有前景的一种方式。而且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讲，就是永远没有办法靠一条腿去走，就是有些事儿能等，但有些事儿可能等不了。比如说你要种树，树苗还有个生长的周期，等到它能够帮我们解决大问题的时候，那可能地球已经面临大问题了。所以我在想，可能几种方案难以区分说谁更重要，是不是都不能停，都得继续往前走。好，谢谢老师。谢谢。康老师您好，萨老师您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学生，所以说老师刚才讲的一些我听不太懂。我想请问老师的是，我们文科学生，在5年之后的碳达峰或者之后的碳中和能做些什么，或者是说我们能抓住一些什么样的时代机遇？其实实现这个碳中和的道路需要我们每一位的参与。比如如果是学理科的，可能会研究这个基础的化学问题、材料问题；那学工科的话，就会研究它的这个工程化放大的问题。咱千万不要说这个学文科的没有贡献，我们没有觉得自己没贡献，我们只是说怎么能做出更大的贡献。在国际上啊，完全有这么一条方向：碳足迹、碳认证以及碳金融、碳方法学的一个研究，相当于是文科过程中研究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另外呢，您是学的传媒学，就如何去提高这个大众的意识，如何增强国际上的这个交流，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我们在中国国内啊，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啊，包括大量的新能源啊，大量的碳排放、碳减排的示范项目。但是国际上很多人他看不到，他的意识里面中国火力发电可能还是占主要的部分，所以特别需要咱们同学以后在工作中要去宣传我们国家在碳减排方向做的巨大的努力。你的未来的工作是桥梁，这个桥梁更多的是传递文化信息，理解彼此，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让对方能听懂我们的故事。这个故事不是编出来的故事，而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这个国际交流、文化交流，其实有的时候甚至是走在科研之前的。文科生能够做的事情，也许不是在实验室里，但是我们大家都是在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行。谢谢老师。今天在现场，我们听了一个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可能比较专业，也显得有点科幻的事情。但是身边的科学家们、我们的团队们、年轻人已经开始在做，而且那些成果实实在在的已经出现在了实验室里，出现在了他们的数据中。我们和科学家们是站在一起的，
而且我们的所作所为是他们的有力后盾。感谢汤教授带给我们的开讲。在今天您的开讲结束之前，也请您郑重地签下您的名字，让二氧化碳百变城堡。感谢汤教授带给我们的精彩开讲。下期节目再见。